们现在在伊斯坦堡转机前往希腊，这又是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了真正进入到了希腊最著名的圣地，也就是天空之城的麦提欧拉。整个天空之城呢，可以说是呢整个北希腊最著名、最厉害、最不得了的地方啊。卡兰巴卡这个小镇呢，以巨石为背景啊，在这里啊，有别于希腊人海岛上的这种热情洋溢啊，他感受到的又是另外一个个令人为之赞叹的巨石跟修道院啊。来到这一路上都是拔地而起、令人震撼莫名的3层修道院一座又一座。在这边一大片的奇岩怪石，气势磅礴，撼动人心阳光照耀之下呢，在巨石群呈现出来的明亮，就是不一样的光泽。坐落在巨石上的修道院，就会令人叹为观止。古希腊人怎么都喜欢有能力在高地建房子呢？在这里的所有的修道院，下午5点就全部关闭了我们呢，要把每一个修道院看完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修道院，我们将前往拜访欧提麦拉修道院就是其中一个那欧提麦拉修道院呢，也是在这巨石当中最令人震撼的登高而望远这个修道院呢，一口气可以看遍整个山头那麦提欧拉修道院呢，从这个大门口进去呢，哇，就为之震撼了那每一个修道院基本上都有它的历史，都有它的故事存在着。
在这儿叫整个修道院呢，非常非常多个啊。它的修道院呢，有多少个修道院呢？就在天空之神之城之上修道院呢，多达了24个修道院那麦提欧拉在希腊语当中意为天空之上或漂浮的石头，修道院就建在这些悬在半空的巨石之上。世上很少有地方如此震撼的视觉美景这些奇幻的岩层呢，大约1000年前就出现了。遁影的修士呢，他们靠了这个木梯跟绳索呢，攀上了高耸入云的峰顶，居住在这个天然的岩洞之内，祈祷、赞颂、忏悔等等就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希腊的这整个天空之城上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幕又一幕精彩的画面尤其是我说的它这一些盖在山城之上的这些修道院多达24座，但如今呢只剩下6座。无论如何来到这儿，这的美景亲眼目睹，都会产生了赞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悬崖峭壁上保留着这个隐遁修士们当时所遗留下来的这些洞室却也是希腊东正教最大跟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欧提麦拉就被列为了世界遗产名录跟自然文化的双重遗产6座修道院当中，大麦提欧拉圣史蒂芬修道院、瓦拉拉尔姆修道院、鲁桑努圣尼可拉斯修道院、特里亚近修道院，哇，你怎么看得完呢？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几个当天有开放的修道院。这里的修道院呢，常常都是轮流着开放那所以呢，不是你到了之后，你就算想把它全部都看完都不太容易因为呢，它是轮流着开放因为修道院也需要什么去维修、去整理所以呢，它会有轮流的几个修道院去做开放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个呢，是鲁桑努修道院。鲁桑努修道院起源在1545年，数位修道士在这边过着修行生活的修道院。此后的修道院的历史呢，其实并没有详实的定论1950年，它被改建为女子修道院，直到今天为止它所在的位置的标高较低可以用各种角度欣赏整个天空之城底下的山城风景。随着这个观赏的角度呈现了不同的风貌因此被誉为梅特欧拉、麦提欧拉也可以Met Ola 这个翻译名称的问题修道院内部的梅塔摩尔佛西斯的教堂，有16世纪这个克里特派画家绘画的湿壁画在这种东正教教堂的过程当中，湿壁画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其中湿壁画当中，又以基督的变容最为出名，保持的状况是最为良好的哇，这一大块一大块的石头就这样爬了上来光爬这些石头，内心就震撼莫名了从底下上来这边的阶梯有180阶也呈现了这个 Z 字形的你不要看现在这样子在爬以前的人是怎么上来？他爬绳梯上来他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上来所以上了这上面呢，你就可以看得出这整个山城上面不一样的感受跟不一样的美景那这也是他称为算是比较低，可以全方位看到这一种整体山城景色的一个修道院尤其是你知道这支修道院上常常是卖一些欧米亚给，这些欧米亚给呢也都是以基督跟湿壁画为主的一些欧米亚给，所以上来呢可以买到别具特色的这个纪念品高达了400米的巨石群，以平原为背景那最初9世纪开始有人居住在这边目的呢是要与世隔绝远离人烟，以寻求神明的互通。到了14世纪的时候呢，塞尔维亚人大举入侵的时候，大批的修道士纷纷逃到了这个天空之城麦提欧拉
这边的山里面了。15到16世纪是修道院鼎盛的时期，所以当时呢，他们这些修道士为了避免战乱呢，为了跟神更接近，为了跟天更接近呢，越盖越高。鼎盛时期呢，高达了24座。梅特欧拉受历代国王的保护，发展成为希腊正教的圣地哈。后来又因为修道士的减少，所以修道院也跟着减少了。现今只有5座修道院有人居住，有6座可以参观，保留了7座修道院。那这样子，7座修道院，6座可以参观，5座修道院呢有人在居住啊。我们从前面的鲁桑努修道院呢，在1545年开始呢修行以来，被改建为女子修道院，至今现在来到了最高的其中一个修道院，叫做瓦尔拉姆修道院。贝加九桃啊，穿嘎哦，但是呢，很值得，非常值得上来这一趟啊。这瓦尔拉姆修道院呢，建在标高600米的巨石上面的修道院，最高的一座哈。那在14世纪中叶呢，隐者呢，瓦尔拉姆在这边修行了。在他过世之后呢，这个地方呢被弃置了一段时间，一直到了16世纪，才由特欧法尼斯跟尼克塔利欧这2位爱奥尼斯最富有的修道士兄弟，在这边修建了修道院。在东南方拜廊有2人的坟墓，附近的墙面描绘着以双手撑住修道院2位兄弟的画像。此外，在修道院的内部及壁画及穹顶之上，还有弗兰科卡特在16世纪绘画的修道院啊。进入到这个修道院，它是最高的啊，所以日字形的那个阶梯呢，又在等待着我们呢。走上去呢，整个感受到的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不像我常讲这不叫爬山呢，这个叫爬石头啊，爬石头，所以它很特别哦，很特别啊。上去的感受呢很特别啊，然后呢也可以看得到非常又是截然不同。虽然这些修道院的建造的过程历史基本上呢，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啦但是呢，每一座修道院呢，它也就自然而然呢，形成了每一种不一样修道起来的这一种样貌，还有不一样的整体的感觉虽然呢，来源是一样的，建造的过程呢是类似的，但是看完之后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感受了这里有6座可以看的修道院但是呢，在时间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完2座，其实就已经算很厉害了这些修道院爬上去，你看看一座一座你说震不震撼呢所以很多人其实不晓得，在希腊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幕大部分人都认为希腊就是蓝天白云啊，龙的海边啊，帕里陶啦这太美了。但是真的不多人知道，漫游天空之城的希腊，北希腊其实呢是这么令人的震撼真的所以要来了你才会知道在14世纪就已经建成了，也是在麦提欧拉这个天空之城之称的麦提欧拉最有名的最高的一个修道院利用14世纪的隐者瓦尔拉姆建造盾影的遗迹，再把它翻建起来，就是以前它是盾影在这边那你说盖那么高，跟天神接近了跟这个哥特式的教堂是一样，盖得那么高是有原因的以前的人你看看他还没交通工具你说他怎么上来沿着神梯呢攀爬而上。修道院的中央就这儿有一个拱顶建筑还有凸出来的整个呢就做成了一个十字架形的标准的东正教，也就是拜占庭的宗教文化。
希腊呢，因为马其顿独立的时候，它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时候，用了马其顿共和国这个名字，希腊坚决反对啊。这个他们之间呢，就说，曾经为了这个国家的名字，这个闹了一场意见。到现在为止，这个叫做希腊的居留，如果要去马其顿，马其顿其实就在隔壁城市。那这个城市的话呢，我们现在看到很新啊，在1917年，这个城市发生过很大的火灾，很多古老的房子都被烧掉啊。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城市，可以讲是在那次大火之后啊，然后呢，这个做了一些这个重修啊，特别是在1923年，也就是说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和法国人啊，他们当时远征到了这里。那么这边的路，大家看到它的小路都是拐弯的啊。然后现在的话不一样啊，原来的很多老木房子有被拆掉，然后呢，在这边山后我们看到有很多新的别墅房啊。也就是说，现在反而倒是很多有钱人啊搬到这边，可以看到一些这个11世纪，也就是说比较早期的一些东正教的教堂啊，有的哪怕很小啊，但是它的历史都很久。对很多人来说，希腊蓝天白云，海边呢美丽的风景，这绝对是100%的正确啊。但是更多的人不了解到，希腊拥有的是什么？希腊拥有的是像山城一般美丽的景色。我们现在进入了希腊的北方，它也叫做特萨罗尼基。特萨罗尼基前往北都，在北方的特萨罗尼基呢，它又叫做萨洛尼卡，是希腊的第2大城呢。这个城镇呢，绝对带给你另外一种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啊！为什么？因为它这里你看到的将不会是什么这一种蓝天白云，你看到清一色是什么？清一色是另外一种山城的蓝天白云了，截然不同，跟海岸的蓝天白云是完全的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当我们进入了北方的时候呢，所带来的景色呢，就给你完全不同的感受了哈。希腊的第2大城，早期是个工业城，近代这已经成功摆脱了首都雅典的风格，转而为最多元化、明快又时尚的国际商业大城啊。在这里，商业大城之外，在这个地方最具特色的地标呢，也就是这里的山城啊。所以我们现在进来这里看看山城带给我们的感觉啊，来看看特萨罗尼基有别于希腊其他地方不同的风景呢。塞萨罗尼基首府海港城市，它也是传播基督教的首要几个基地之一。塞萨罗尼基曾作为古马其顿王国最重要的中心，留下了腓力二世跟亚历山大大帝的印记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希腊的地图呢，你会发现呢，它跟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马其顿王国所串联下来的这个路线呢是一致性的哈。我们所现在见到的萨洛尼基城呢，所有的建筑跟遗址呢，都是公元后罗马文化跟拜占庭文化所留下来的遗迹，跟在希腊
在雅典所留下的罗马前的遗迹又不一样了啊。在北方，他所留下的是罗马公元后罗马跟拜占庭帝国的文化哦。塞萨罗尼基城在今天完全已经淹没在古代的建筑当中，它经历最初的马其顿帝国的辉煌，接着又接受了罗马文化以及拜占庭文化的洗礼。但塞萨罗尼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留下的许多马其顿帝国的遗址以及建筑，是人类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也是世界上保存第2完好的拜占庭城市。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他不朽的这个史记当中呢，大致推测了古代马其顿人在希腊神话传说当中的位置。他认为从马其顿人喜欢迁徙，只是在发现奥林匹斯山脉时才停下了迁徙的脚步。1998年，在这特萨罗尼基的古建筑被列为了世界遗产名录。在这个地方有许多著名的教堂，大致上它都建在西元4世纪到15世纪啊。所以现在在这个城呢，保有非常多的古代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古代城墙拜占庭浴室、圣凯撒琳教堂、圣索菲亚教堂都在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代的算是拜占庭的古城墙呢，大约4公里啊，最高处就10米，最宽的地方2.5米啊，砖石筑成了，城中有40多座。建筑于古罗马时期，有一部分为拜占庭跟土耳其时期，建筑形成跟风格不完全是统一的哈。鉴于拜占庭时期的整个古老城墙延绵了4公里哈，所以我们从上面走下来，在下面走过来走过去，在看的都是属于拜占庭遗址。而在这拜占庭遗址当中呢，还可以看得到这附近有的这个土耳其玉的这个遗迹也留在这个城墙的周围旁边哦。所以来到希腊的北方3城，看到的遗迹建筑，看到的很多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在这拜占庭城墙当中，走向了另外一个最有名的，也就是 White Tower 白塔。特萨罗尼基第2大城希腊是一个人口含郊外也大约就是100万人当中，这里的特尔麦克斯湾以2港著称的，也就是因为有这个港，所以它才带来的它的工商业中心非常的繁荣啊。在这非常多几乎都是拜占庭时代所留下来的建筑物哦。那在这拜占庭帝国的时代当中，仅次于君士坦丁堡，就是伊斯坦堡的第2大都市。在西元4到15世纪，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的统治底下，教堂几乎全部不见了。拜占庭帝国也是在所有人类历史文化当中存留最久的一个文化啊。这里到处可看到所有留下来的教堂，拜占庭千年世纪的宗教建筑。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其中一个叫做白塔，在这个白塔当中呢，也可以就看到了15世纪时威尼斯人建造防御城墙的一个部分，现在已经变成了特萨罗尼基的地标。内部展览的是宗教画，以及呢它的一些拜占庭时期的文物啊。那因为它也靠近了这个港口，那靠近了这个港口呢，使得在这里就变成了非常在这个特尔麦克斯湾的港口啊，白塔也就变成了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标了啊。那这个塔就建在这个湾口，想当然呢，它就是在当时战争的一个要塞啊，非常显眼的高塔建在码头旁边。那你也知道了啊，这个高塔具有的它的战略意义何在了啊？那这是特萨罗尼基的白塔，还有它美丽的港湾。
前面这个海呢，也就是爱琴海啊，爱琴海的北部啊，形成了一个这个三角形的海湾——塞尔麦湾啊，长达100公里哦。从希腊时期，马其顿国王卡珊德在萨尔马的古城遗迹上啊，开始建成了塞洛尼基城啊，一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来到这边，他的妻子啊，就是亚历山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做了特萨罗尼基，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呢。那就在这啊，因为呢，他帮助了取胜的色塞利人为新出生的女儿而命名啊，所以特塞罗尼基的意思也就是色塞利人的胜利啊。那马其顿王国在这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来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就树立在特萨罗尼基。